马克龙一离开中国，就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前脚走，第二天这一艘法国军舰就公开穿行了台湾海峡。那这时候解放军正好在这里搞军演啊，这是一个敏感的时期。法国公开这么做，这是要干什么呢？我们中国呀，对这个事儿还是很淡定的，可是美国和台独当局他却受不了了。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穿行台湾海峡的呢是法国的花月级护卫舰，它的沐月号啊。这要说起来啊，这是一艘老船了，船也不大啊，满载排水量啊刚刚接近3000吨。不过呢，它在亚太地区可是这个熟客了啊，它经常来亚太地区。你比如说它访问越南啊，访问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它就是这条船。那它也访问过我们的青岛。我们再看他这一次啊，他是在马克龙走的第二天，咱们这个军演要开始了，他就开始从台湾海峡的南边向北边去航行，直到咱们的演习结束，他才离开，往东海方向过去了。你说法国这么干，这是不是要跟中国对着干的嘛？因为毕竟法国他身后他还背着一个北约的这么一个名分呢，那这是跟中国对着干的吗？说实话还真不是，他这个不但不是和中国对着干，还恰恰相反。这个呢，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和台湾当局的一种警告。这美国和台湾当局他是真感到难受了。为什么呢？咱们先看看这条船它是怎么走。沐月号呢，它是从南向北往上走，它是沿着这个中线以西的方向，就是靠近我们大陆地区这一边，而不是像以往北约的和西方的军舰，它过这个台湾海峡的时候都是靠这个中线往东边这一侧，就是靠近台湾地区那侧走。这一次正好反过来，和以前不一样了啊。另外一点呢，我们要注意啊，沐月号在穿行台湾海峡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开启 AIS， 就是那个船舶动态资讯系统。换句话讲，它就没有随时报自己的这个位置。第三一个，我们再注意一下哈，我们中国这边也没有派出我们的舰船去监视它啊，也没有驱离它。很明显，这条船呢，它是事先得到了中国的同意才这么走的，这是一种姿态性的航行。那关于这件事儿，我们能看出来几点。这第一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向外界释放出的一个政治信号，当然也是配合这个马克龙访华，也是配合中法之间达成的各种这个深度的合作协议。比如说中法的联合声明里边提到的政治上的互信，巩固政治互信。所以呢，这其实就是向对外释放这么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明确的表示了哈，在这个台湾问题上，法国是反对美国的台海政策的，法国是坚持一个中国的这个立场，这就是对美国台海政策以及台独当局搞台独的一种警告。第二呢，我们要讲这法国呀，它其实也是在政治上要借力我们中国去反制一下美国，从而强调出它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借中国的这个力呢，借中国的这个影响呢，也是法国和美国之间争斗的手上一个有力的砝码。第三呢，法国借我们的力，那当然我们也会借法国的力借法国呢来给美国打这么一个样。我让你看看我用这个来分化你美国现在正在搞的对抗我们中国的这个阵营，甚至呢分化你北约里边的正在形成的这个所谓的反中的政治统一战线。第四一点呢，通过这个事儿，我们也从客观上向世界再一次明示了台湾海峡呀，它这个地方不是你美国所说的什么国际水域，我们中国享有主权的权利，这个利是利益的利。但是呢，所有的船只，包括军舰，你都可以在无害的情况下，你是自由航行，这就粉碎了美国以自由航行来拿这个台湾海峡来说事儿的这个阴谋。